努力奋斗，当大老板，别墅靠大海，做个有实力的强者，加油！老弟呀，比不了，根本你就比不了。哥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努力的方向，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拿啥跟哥比，老弟？家人们被骗了，第一次出来打暑假工，工作没有找到，住的地方也没有，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是被一个女的给我骗过来的，我原本在别的城市，在那。大家好，现在是晚上凌晨的1点钟，我们在广场这边发现了一个流浪人员，然后等一下我们过去了解一下他是什么情况。笑着说生活多美，也见过功成名就的人。谢谢，给份东西呢。谢谢。怎么在这里睡觉啊？脚不舒服啊？脚不好，脚不好，是痛风还是什么？小时候麻痹症闹的后遗症。现在这个社会的钱很难挣，孩子他爸上个月累死累活就挣了4000块钱，除去吃喝，还有每个月要出的房租和水电，存到手里的钱寥寥无几，生存真的很难。干12个小时150，强着人干，强着人干，这么多。看看现在的经济啊，楼下开了一家生鲜超市，没开几个月呢，结果呢，旁边又开了一家，太卷了，太卷了。中国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变得越发困难，零成本生存悄然走红。一些年轻人为了省钱，涌入菜市场捡剩菜吃，流落街头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辛勤的劳动者因经济困境被迫露宿街头。上海城市的街头人流减少，越来越安静，地铁载客量下降，越来越空，年轻人只能躺平，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规划逐渐失去了期待，很多人选择不结婚、不生子，只求温饱。现在超市生意这么难做了吗？饮料区灯都不开了，饮料卖不动了吗？求求领导们了，降单价吧，单价太高了，求求领导们了，再降单价吧，单价太高，不利于奋斗呀！求求领导们了，再降下单价吧，2块钱一单，蛋黄也跑呀，2块钱也跑啊！哎呀，你们发现没有，上海人少的太明显了。我刚下楼吃饭，整条街的饭店都是空荡荡的。菜市场的阿姨说，买菜的人少了一半，外卖小哥也懵了。以前一天50单，现在跑个20-30单。从上海到成都，从南方到北方，都说人不见了。全亚洲最大的古玩市场——上海虹桥古玩城，从这里可以看出整个中国古玩行业的趋势。我刚逛了1个多小时，大概看了一下，有2点感受。第一点是在正常的工作日，好多店铺门都没开，还有几乎没什么逛的人，包括我在内，也就10来个人在里面逛。第二点是，好多店铺都转型成这种卖茶叶的，反映出整个古玩行业确实是越来越难做了。东山岛著名的景点南门湾，你看看，这是个景点吗？除了海，啥都没有，人都没几只。哎，做旅游的在东山岛怎么能做得下去呢？我发现广州最近全部都在搬家，还是我以前没有关注这个事情啊。反正3里拆之后我就没怎么走过房子了。然后我最近在找房子，我发现好多地方都在拆迁。经济持续低迷，民间消费也在不断降级。一位上海的网友说，失业的老公在跑网约车，工厂行业的我经历2轮裁员之后，现在只剩6000的工资。今年开始，我们家被迫开启了消费降级模式。最先砍掉的是每年4500的地下车位，5月份到期直接补续租，每天下班绕着小区好几圈找车位，多走10分钟路，省下4000多，1年的菜钱都够了。其次是我的护肤品，从前一套要上千块，现在控制在一套400-500精简护肤，够用就好，
不再追求品牌效果。我觉得最明显的还是在吃饭这方面。从前懒得做饭，2个人出去随便吃顿火锅烧烤，吃饭从来不看价格。今年开始几乎顿顿在家吃，没有特殊情况不会点外卖。2个人收入缩水，没有额外的副业，开源只能死死节流，能省则省。而原本繁华的上海宝山金街、淮海路、永康路、陆家嘴也面临商家倒闭、转让等窘境。许多商家地产为了维持入住率，不得不大幅降低租金，或给予免租期。但经济大萧条之下，商家租铺的意愿依旧低落。说实在的，现在东莞的工资真不如10年前的工资。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7点20分准时出门，到晚上9点钟才回到家，早起单黑的，为了挣这100多蚊鸡。6年前都有16蚊1个小时的，怎么越干工资越低呢？我被字节裁员了，35岁被大厂裁员，未婚未育，这些词放到一起，狗听了狗都得颤抖吧。这次又裁了不少人，我在字节生服做渠道管理，生服这个部门应该是今年招聘人数最多的部门之一了吧。既然现在离职了，那些以前不能讲的，其实都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想知道什么尽管问。我们的房子卖了，亏了好多，比起金钱的损失，还有很多的不舍。这间装满我们青春与日常的小家，很快就不属于我们了，一时间心里空荡荡的。这里是我的店，在我左手边20米不到一个800方的生活超市，在我的店的右手边20米不到一个百货超市，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个货，在我正对面。倒闭，这一排都倒闭了，楼上楼下5000平，可以酒店、民宿、餐饮的商铺，一排全部倒闭了。据了解，现在深圳、东莞、苏州很多工厂都关门了，北京、上海、浙江最近很多大城市的工厂情况也相当严峻。目前大部分中小企业都不再招人，现在的形势是工厂制造业最艰难、最严峻的时刻。不仅工厂没有订单，员工工资要正常发放，但是老板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工厂都给卖了，因为厂房房租每天放着不开工，一天也要好几万。零售业方面，有摊贩说，目前这个大环境，接近80%的摆摊人一天的营业额连800块钱都没有，有接近一半的人甚至连500的营业额都拿不到，还有不少人出摊半天，可能前面原材料的损耗到垃圾桶，反倒赔钱。更难的是，有些人甚至是借钱进货，借钱过日子，这就是当下摆摊人最真实的现状。网友描述，在深圳罗湖广场外睡满了没地方去的打工人，夜间在福田 CBD 的桥下、地铁口和大楼后巷、公园等区域，随处可见到铺着纸板过夜的民众，其中包括失业的城市设计师、建筑工人和外送员等。这些人白天寻找工作机会，夜晚则在户外过夜。部分民众为节省开支，甚至只吃方便面和自来水。发展几十年，现在的经济一地鸡毛，今年 GDP 又涨了。那 GDP 年年涨，但普通人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真的感觉好神奇。人家台湾为什么那么好？人家有政府兜底，有政策兜底，我们有什么？有垃圾桶兜底。说实话，发展几十年了，还有很多人在捡垃圾，天天喊人家回来，回来干嘛？一起过苦日子吗？太可怕了！MOHO 商场的店基本都关完了，一层里面大概开业率只有1/5吧，最多，基本上整层都是关闭的状态。这个地方其实以前还不错的，楼上有个鸟屋书店，夏天的时候来里面吹吹空调，喝个咖啡或者吃顿饭还可以的。现在怎么这样？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是这个黄埔区5班路地铁站的汇景生活广场啊，这边已经非常的萧条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段还是很好的，就是黄埔区老卢湾的这个核心区域啊，
这边的广场是汇景生活广场。我们看一下啊，这边开了好多门店，开了关了，就基本上到今年为止就没有新增的商户了。我今年35岁，已经失业了1个半月，真的感到越来越焦虑，还是难以接受。如今的就业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在整体消费紧缩、收入下降与就业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许多普通民众与底层劳动者的日常生活面临巨大冲击。越来越多年轻人与家庭主妇透过特定平台购买餐饮店晚间清仓的烘焙、轻食餐盒，或专门在超市打折时段抢购即期食品。甚至还有不少民众在菜市场关门之前挑选摊商抛弃的蔬果菜叶，或寻找低价清仓菜品，以节省日常伙食费。由于大量失业人员进入外卖与网约车领域，导致单量越来越少，司机与骑手普遍需要延长工时，大约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以上，但月收入反而大幅下滑，甚至面临租车费、油费被扣之后所剩无几。如今，各地传统的零工市场每天聚集大量等待工作的求职者，但招工需求越来越少，工资被大幅压低，出现抢工与工资折半现象。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